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阴德重的5种面相。所谓阴德，就是指暗中做的有德于人的事。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只有自己知道，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所谓阳德，就是有漏之福。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但却同时又去消耗自己的福德。例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或自豪感，那么他所经历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而阴德不同，阴德是无漏之福。简单去理解，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不去消耗福报，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的身上。时间久了，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而且从面相学角度分析，如果一个人积了阴德或者阳德之后，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而且做了一些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在你脸上不是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但你如果做了个大坏事或大善事，多坏事或者多善事，脸上就会现出来，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那阴德深重的人有哪些面相特征呢？怎样做可以积累阴德？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讲讲。1. 阴德深重的面相特征。1. 印堂。印堂号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或者祖上失德或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叫他放生行善改过，约3年后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后来变弯了，转到另一边去了，这叫悬针转角，转厄运为吉祥。人从前总是倒霉，父母妻儿4人，总是转流生病。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2. 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为有素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黑眼圈或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眼隐隐卧蚕，中医都知道，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肾主精气，精气严重亏损。云和正道，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如隐隐卧蚕的，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如蚕之色，故称隐隐卧蚕。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2重或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细纹而有光泽优美，是明阴德纹。若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如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即发不善之心，眼下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兆。3. 脖子发光。人要的长生不老，青春永驻，脖子上的喉咙要打开。如果一个人喉咙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4. 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饿死相，又名腾蛇入洞。虽然法令入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样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来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名双龙出海，既寿又富贵之征兆，乃善业福报。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移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毛五彩眉，乃得众望，延年益寿之征兆。右耳内生毛，乃高寿之节兆。有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灵百会处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罪恶善，转厄运为吉祥。2. 如何做可以积累阴德？ 1. 多结善缘。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要与人结下恶缘。广结善缘其实就是在积累播报。世间一切皆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人与人会相遇，也是因为有缘分的合成。如果你经常结恶缘，就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事和人，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播报。若是能广结善缘，哪怕与人相处时学会经常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对立场上想问题，就能积累无数的功德。积德行善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伟大的事业，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而成。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将来你就会能收到善果。举头3尺有神明，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作恶就算无人看见，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古人说远在儿孙，近在身。如果我们能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很多人认为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其实不然，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这个善念也是一件善事，也会带来一个善果。佛教认为使众生造业的除了行为，想法是善的就会造下营业，想法是恶的自然也会招来恶果。3. 清净口业。佛教认为说话其实也能积累福报，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业是患苦之门，祸累之始。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不说妄语、两舌、口这些造恶业的话，经常说善事，利益他人的话，福报就会越积越多。不要乱说话，尽量少说话，多做事，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4. 孝顺父母是最积福报的。佛教经典说，善男子是故如也，勤加练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益，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只要坚持孝顺父母，功德远在大于你每天都去拜佛烧香。经常孝顺父母的人可以得到4种善果。第1，颜色端正；第2，气力丰强；第3，安稳无病；第4，健康长寿。常说面由心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大家尽量要多积阴德。以上这4件事最积阴德，一定要多去做，保持一颗善良之心。是给大家讲讲面相分析，这10种容易发财的面相，你占几样？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个女生非常的有福相，看上去就像有福之人。其实这是从一个人的面相说来的，但我国古代就有很多人是以算命为生的。如果观察一个人的五官长相，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命数，听起来确实非常的玄乎。但是这方面的事情，有的时候确实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有的女人会旺夫，走到哪里都会特别的顺风顺水，拥有好的运气。这样的女人会感觉通身的气质特别的干净，不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面相，她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下巴圆润饱满，在面相学之中，下巴又叫做地格。当一个女人的地格圆润饱满，说明这个女人很有帮夫运，是一个很有福气的面相。
结婚以后，一家人幸福和谐。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女人不但温柔体贴，而且非常顾家，是丈夫的贤内助，整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无后顾之忧。而且跟子女以及婆婆的关系相处非常好，自然而然能够带来好的运势。眼光独特的他们所挑选的夫婿常常非常上进，即便是开始吃了一些苦头，后期也一定能够拼出好的生活，对感情忠贞不一，是互相最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2. 额头有美人尖。额头有美人尖的女人一般性格开朗，做事比较急功近利，且父母缘比较差，在年轻的时候无法得到父母的帮助。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急躁，所以做事总是出现纰漏，难以成功。不过当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慢慢会变得稳重，事业自然也就有所改善，路是越往后越好走，是个先苦后甜的面相。3. 腮骨饱满。腮骨饱满的女人一般能力比较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表现得比较强势，因此看起来魄力比较足。这种面相的女人富有冒险精神，喜欢创新，因此在年轻的时候会因为不懂事而走很多弯路，到中年之后会越来越稳重，因此事业也会越来顺利。4. 眼睛小而细长有神。眼睛小而细长有神的女人做事比较稳重，她们性格内敛，不注意她们的人会觉得她们特别平凡，没有什么优点。而实际上，这种面相的女人非常的有主意，做事很周全，她们年轻的时候只是在沉淀自己，等时机一到就会马上翻身做主人。这样面相的女生脑子比较灵活，聪明伶俐，但是做事非常稳健又低调，能够稳步地提升自己和自己的事业。35岁之后好运就来了。5. 高挺的鼻梁。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丰满的鼻相，这样的良人多数都很有贵气，能作富生命。具备如斯优胜鼻相的良人，就算书念得不是很好，也不见得没长进，由于凭着高傲与老道，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因夫帮夫，这是大鼻美女所会做的事，做老公的算是很受宠又很受珍惜。6. 声响柔和。声响着着甜润，中气茂盛的良人，即便长得庞杂大，却都能配的条件相等不错的男性。这不是隐蔽的面相算命之言，然而有生理与心思的根基根底。声响柔和的人，特性多数温和体恤，相亲率是贤魂家的典范表率，做丈夫的于是得力。而中气通盘，表现这个体的身材强壮，非分出格是语出丹田，表与心气沟通，浑然达于外，因而婚姻和谐幸福。7. 田字脸。所谓的田字脸，便是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全数脸型方中带圆的脸型。这种良民心肠相等开阔，好交冤家又乐于助人，同时也是心思细密，会帮冤家渡过难关的慈悲家。没使命的，他热情地帮人家安顿；缺业绩的，他会帮着找卖主。无论如何，甘愿宁可支出比他人多的田字脸，娶到他即是同时具备一堆赤心好冤家。8. 人中大明晰。女性要是拥有大白明白明晰深长的人中，肯定是体质手段强，能生出优胜遗传孩子的上上之相，所生坤义后代也随意草率，心存孝道，聪明多福，将来结局且高。人中形美也是短寿的表征，因此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真是好命。9. 垂珠厚大。有着大厨业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范例。耳垂厚大的人，金钱运、冤家运都不错。耳垂大又娇嫩的姑娘，轻率人无比宽厚，分外轻率本人的老公、孩子，
都会有一份温馨包容的友谊，有福音，有人缘，这样的姑娘有福泽极了。假设你的太太是个有福泽的人，举家人必定能收受受到她的福泽，享用到衣食无虑的生活。10. 柳叶眉，眉形挫折始末的幅度相等大，同时显示弧形的这种眉毛，且从眼头长长的抵达眼尾的前线，这种柳叶眉的良人都是仁慈异常、心肠特软的温和才子。不过生有这种眉形的良人并不多，碰到了就要竭力行使把握，以免错掉落先机，被其他的人追走了。11. 毛发娇嫩，发质倾向娇嫩，特性会很柔和，对比不会自寻懊恼，不自找费事，这样的生活会相等清幽闲适。同时，特性娇嫩的人还有个好处，行事上不见得没有主意，而是调以即性和妥协性很高，总能面面俱到地帮家里处理结果，分忧解劳。12. 眼神明澈，眼睛稍大，眼珠混杂厉害。这类女孩聪明慧侠，就像诗情画意中的女配角一样。有这种大俏丽眼睛的良人，都是机灵、纯真、恢宏奔放，带点孩子气的美少女。娟秀，气质好，而且进退有礼，没有令人难以忍耐的傲气，也由于命好，往往多用正面的考虑来对待世人，尽管有暖巢与妨害，但面青绿顺境也都有抑制与转移的一套思想。有这样的老婆，幸福。13. 唇红齿白，嘴唇光荣偏红，同时齿列平等不尖不包，齿色偏白。陪伴这种像的是声响倾向着着，咬字大白明白明细。拥有此相的良人，和丈夫间的关系甘美，夫妻恩爱，情感生活完美。这类可以享用标致有益生活的良人，最大的脾气长处便是脾气中庸，既不神采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而且很善体人意，使得家庭内聚力强，情感根基根底坚固。14. 口大能干，对于古话男人口大识四方，女人口大识穷郎，现在已有新的诠释，女人口大懂得交际应酬，做事能干。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包，齿色偏白的女子，和丈夫关系甜蜜，感情生活美满，能够享受美好活。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善解人意的个性，使家庭聚力增强，夫妻感情自然坚实，能娶得这样能干的娇妻，夫复何求。15. 耳红而圆，一般而言，以双耳来判断，在相学中，耳主家事、青春期运势、健康寿命等方面，这里所说的耳红，是指耳朵的肤色以红为主，即苍白、发乌等；而圆则是指耳形以圆为主，即耳形凹凸、残缺等。这种女人一般家世不错，又容易得到家人、亲朋的帮助而丰衣足食，属于贵妇香的范畴，而且在婚后对恋人子女的运势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以上分析的就是富贵命的女人面相，这几种面相的女人是能有富裕的是生活，她们出生的时候可能运势也不是很好，也会遇到很多麻烦，也会有无助的时候，但她们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在她们的努力之下是很容易获得成功的，晚年很幸福。好了，肉早旺事业，晚旺子女。现如今人人都以瘦为美，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不时都会听到身边的人感叹自己又长胖了，很苦恼，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自己身上有胖、多肉、饱满等词汇的出现。其实在面相学上来说，有些部位长得饱满多肉反而是好事儿，是一种福气的象征。那么什么地方有肉最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来大家说说。1. 额头饱满，
在面相学中，额头也称天庭，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主要指的是30岁以前的运势。俗话说得好，额头长不好，少年苦难了。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饱满而光滑的话，这种人大多早年运比较好，从小家境也比较优越，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而且头脑聪明，学习能力比较差，不仅能够得到家中的帮助，身边的贵人也比较多。早年时学业有成，事业上得志较早，容易获得不错的工作和收入。2. 眼尾多肉，在面相学中，眼睛尾部称为奸门或夫妻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的好坏。如果一个人的奸门位置长得凹陷不起，或者有青筋暴露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和脾气比较古怪，婚姻感情运非常的不稳定。而若是眼尾部位长得饱满而光滑的话，这种人大多做事很有原则，性格和脾气也比较温厚。男人有此相能娶到好老婆，女人有此相能嫁个好丈夫。婚姻稳定而和谐，日子过得非常幸福。3. 眉毛末端上方饱满隆起，眉毛末端的上方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仓，仓为古代储存粮食之地，在面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储蓄钱财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天仓部位长得饱满而丰隆的话，这种人一般精气神都非常的旺盛，做事积极而主动，丝毫不喜欢拖泥带水，处事果断，善于交际，事业发展较好，挣钱能力和存钱能力都非常的好，特别的适合做生意。4. 命门饱满，这里说的命门主要指的是颧骨与耳朵之间那块凸起的小软肉外侧部位。既然能够称之为命门，一是代表着这个部位比较的脆弱，二是说明这个部位非常的重要。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部位一定要长得厚实饱满为佳，对自身的工作和事业也最有利。这种人往往贵人运非常的好，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生活和工作方面比较顺利，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和身份地位。5. 腮骨饱满，腮骨在相学中也称为反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反叛欲、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腮骨长得宽大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固执。若是腮骨长得尖削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自私。若是一个人的腮骨部位长得饱满圆润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智坚定，做事坚持，很有主见，但处事又比较的温和，懂得人情世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而且很旺子女，晚年运特别的好。6. 项背多肉，这里说的项背主要指的即是脖子部位，脖子为连接人的头脑和身体的重要纽带，对个人的运势影响也比较的大。上承智慧，下连体魄，不论哪种，脖子的长短和胖瘦一定要与身材的比例相符合。若是一个人的脖子长得厚实有肉的话，这种人一般意志坚定，很有自己的见解，不喜欢随波逐流，只要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会尽最大努力的去争取。在工作和事业方面，往往会有不错的表现，容易大富大贵。7. 双下巴，若是一个人长有双下巴，下巴处长得饱满厚实，属于上等之相。下巴及地格是面相中的地库，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机智与聚财能力等，所以下巴越大越饱满，则这样的人聚财守财的本事就会越大，天生的福气旺盛，自己家里的不动产也会非常的多，所以多半这样的人都能够赚大钱，不会缺钱花，甚至还能给子孙留下大笔的福底。8. 腰部有肉，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腰部长得宽厚有肉，能够撑得住大财，有担当。一般在腰部长有的人，做事踏实肯干，不会投机取巧，深得领导与上司的喜欢，比一般人升职加薪的机会更快，而且忠诚度非常的高，属于傻人有傻福。若是最近腰部突然长肉，说明最近的财运开始兴旺，有大笔的横财要赚。9. 手腕处圆滑，一个人的手腕处长得圆滑，一点骨头也不露，则这样的人抓财的本事比较大，个人得财的本事也会比较强，收入相对也会比较稳定，尤其是在手腕处的纹路线长得比较清晰，天生富贵命，能够拥有大财，子孙的运势也不差，富贵3代人，福气深厚。10. 臀部丰满，一个人的臀部长得好坏与自身的财运大小有非常大的关系，
若是臀部长得饱满有肉，则这样的人聚财的本事比较大，做事情有恒心、有耐心，存住财，甚至有的虽然不会理财，但最终也会存下一定的积蓄，属于有一定的积累能力的。臀部长肉的人，财运都不会太差，一定能保证家财兴旺。11. 脚掌有肉，一个人的脚掌处有肉，则这样必定会有明显的凹陷，属于积财相，天生富贵命，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个人的运势保证，中年的运势发展比较好，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差，也能够后来者居上，只要是抓住赚钱的机会，就能够发大财，福气不浅。但是脚掌最忌讳平薄为劳碌命，一辈子过得奔波辛苦。12. 肩膀有肉，若是肩膀有肉或是肩膀的厚实有力，则这样的人一般行事稳重有担当，能够处处为家里人着想，是大家心里的顶梁柱，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井井有条，与亲邻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此处肉多之人，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和谐，而和气生财，一家人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生肖人身体长肉就是长福气。接下来小酱汁就继续和大家说说，看看有没有你的生肖。1. 生肖羊，很多生肖羊都属于骨架较小的体型，因此有点肉才好看，圆圆的脸蛋，甜甜的笑，人见人爱，好运降。太瘦看起来会缺乏气势，易被人忽视看轻，人缘不显，就容易与好运擦肩而过。圆润一点，福气也会多一点。想要心不慌，运气旺，就别让自己过得太消瘦哦。2. 生肖鼠，长肉是福，脸上有肉，心胸宽广，会让生肖鼠整个人看起来亲和有魅力，气度一下子提升不少。属者太瘦，易给人小气、计较、凶狠的印象，但长一点肉就会整个不一样了，显得大气有格局，自然而然吸引来优秀的友伴，运势也能随之攀升。3. 生肖蛇，精神不佳人消瘦，太瘦不见得是好事儿，生肖蛇太瘦更易给人冷酷无情、内心阴暗的感觉，人缘下降，难有助力。脸上长点肉能增强亲和魅力，提升贵人运，别因为长点肉就烦恼哦，随心开朗长肉，贵人加持，好运来。4. 生肖牛，生肖牛常常操心操劳，一忙碌就伤身，一伤身人就消瘦，这一来心意烦乱，百事衰，处处碰壁，好运靠边站。若能学着放下烦忧，养足精神，喂饱自己，那可就不一样了，心宽体宽，人舒畅，人气加分，好运到，敞开心扉爱自己，好运自然少不了你。5. 生肖猪，乐天派的生肖猪吃饱饱的时候，精神状况特别优，你不免担心自己有时不小心吃过头，其实你需要放宽心。属猪者如果太过消瘦，反而易引起心火烧，脾气暴躁，好运消，长点肉蓄能量，好运加持，福气旺，对人际、事业甚至财运都会加分哟。长肉是福，乐在其中，只要还在健康的范围内，又何必为了区几公斤而冤叹？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瘦，反而对身体不健康。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